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猴硐火车站旁边的停车场。我们今天继续造访乌涂窟古道。3年前来造访乌涂窟古道，遇到突如其来大雨，出师未捷身先师，只好放弃。今天就重访乌涂窟古道，我们沿途会经过材寮古道、中坑古道，然后衔接三貂岭瀑布步道，就一路走到三貂岭车站，再搭火车回到猴硐车站。 好，现在出发了。远处那座山是狮子嘴奇岩，乌涂窟在山的那边。直行往乌涂窟古道，右侧往瑞山本坑、猴硐矿工文史馆。3年前因为下大雨，所以我们只走到这里而已。 今天就继续前进乌涂窟。这里有乌涂窟的简介、入境入口。这间房子就是以前的矿工浴室，现在成为矿工纪念馆。猴硐湖穴。这是内寮、乃寮啊，矿工宿舍。 前面那里有材寮古道的导览图，这是我现在的位置。我们现在走往材寮古道，右侧有一座小石桥，这个桥是有名字的。以前乌涂窟的居民下山会过这条小石桥，现在已经被产业道路取代了。 前面这里是材寮古道的登山口，也是往乌涂窟的登山口。上面就会再接回产业道路。爬上来了，山径接产业道路了。以前的水泥路面，现在也渐渐回归自然。右边这里有山径。 会殊途同归，在前面汇合。那我们就走山径，一小段而已。前面要接回产业道路，前面这里又有岔路，指标在右边。这里有整木土街，又接回产业道路了。从这里就可以感受到道路的演变过程。 早期的古道大多取直行，后来道路因为让汽车行走，所以会迂回而行，古道就不断被汽车道切断。若再没有人行走，就会逐渐消失。前面这里又有岔路，天车间，上个月新立的指标。感谢阮溪生态协会协助整理路径。 原来遇见山友了。哎，是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这里又接岔路，到了吗？天车间啊，一条铁轨啊。哦，前面出现铁轨。这山坡铁轨让我想起金瓜石的6坑索道。在劝济堂的后方，那边有一间天车间。左侧这里有铁轨。 2条铁轨在这边交汇。这是索铜，台语龙母泥铜。龙母堂叮当。龙母堂叮当。哇，这残墙，又是小吴哥窟的景象。乌有如此，人何以堪？ 我们现在往回走了，走到这里就往这条铁轨那边去看看。
前面这里也有遗迹，铁轨到这边就消失了。这不知道什么用途的建筑。左侧这边还有小径，有登山条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下行。哦，下面这里有一辆废弃的小货车。从这边爬上去就接回铁轨了。这里产业道路。我们又接回产业道路了。这是我们下来的山径。又接回产业道路，前面有右岔路通往一坑口，去看一下。这是卷扬机房，这里又有铁轨，前面是矿车工房，这是废弃的矿车。继续前行。走往矿坑口，先看现场的地形。哦，矿坑口还往下走。这路径是以前的台车路径，沿途仍然有残存的轨道遗迹。哦，我看到矿坑口了，一坑口。矿坑口的匾额题字是一通坑。不过旁边的纪元，还有题字者的姓名，已经模糊难辨了。一痛坑与瑞三本矿第一斜坑相通，功用是提供坑内对流通风，并将坑内采煤产生的废土石运出来。我们现在离开一坑口，就循原路走回产业道路。现在这边取直行就可以接回产业道路，爬上来了。所以刚刚我们下来的地方是天车间，然后那边是卷扬机房、矿车工房、一坑口。现在继续往前走。哇，今天这条路线我超喜欢的，因为我从中年开始旅行，就是从矿业沧桑开始。那时候来猴硐来了非常多次，20年之后，到现在发现猴硐的山区还有这么多的矿业遗迹，以前都不知道。这边有左岔路，通往狮子嘴奇岩、乌图孤山。续行材寮古道，材寮13号民宅到了。从这里起，道路就渐渐缩减，然后转为山径。前面那里有右岔路，这个岔路口就是乌虎突古道的入口。前面这里有岔路。根据指标取左行，乌图窟庄。现在古道变得为平缓，路径也非常的清晰。这是乌图窟坑，废弃的矿坑，是清朝时代就已经开采的矿坑，是当时在地居民自行挖掘的煤矿坑。这里有小溪涧，
山区有水才能形成聚落。在这里越过小溪，这里又要再次越溪。现在第3次越溪，同一条溪流。在这边休息一下，从侯东车站那边出发，走到这里已经将近3个小时了。其实我觉得走得不远，但是因为沿途太多的矿业人文遗迹，所以慢慢参观，慢慢走，就已经花了3个小时了。我出发了，这边要往上爬。周家古厝就在前面不远处。前面有岔路，右岔路，周家古厝，就在这里，可以环绕一圈。周家古厝，周家100年古厝遗址。周家古厝，这栋古厝就是侯洞矿工文史馆馆长周朝南先生的老家。他小时候每天要从这里走到3貂岭车站附近的硕仁国小上学。老婆，如果我是这残墙，我希望你就是榕树依附着你，我知道你要讲这句话，扒着你。不要扒太紧。现在中午12点，我们在这里简单用餐完毕，现在继续前行了。现在就一路走往硕仁国小。我们现在从岔路口这边取左行。这里有大片的竹丛，荒废的拓垦地。前面有岔路，右岔路往庄头土地公。看到土地公了，乌涂姑庄头福德宫。土地公庙保存的蛮好的。福安宫，白发之功劳。黄金4福人，民国丙申年建。丙申年应该是民国45年，1956年。这里的导览解说牌提到，这间土地公庙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已经存在。沿途看到的导览解说牌是由新北市矿业退休人员交流协会设置的，指导单位文化部国立新竹生活美学馆。感谢。我们现在离开福安宫，继续前行。我们抵达岔路，这里有指标，往周朝南跳石流水上学路，还有庄尾土地公。前面这里又出现竹林拓垦地了，开始下坡了。待会乌涂姑古道会衔接柴寮古道。这边岔路两边都有灯3条，取右行好了。我们衔接上柴寮古道的月岭安部了。这里是月岭安部，算是柴寮古道的终点。那接下来的古道就被命名为中坑古道，可以通往中坑。继续前行，进入中坑古道。那右岔路那边就是我们刚刚走下来的路。中坑古道沿溪行，是一条很棒的古道健行路线。哇，溪水好清澈。
沿途有不少小瀑布。这里要越过中坑溪，这是跳石流水上学路，周朝南先生的上学路。前面那里有古厝遗址。哦，现在整理的比较清楚了。哦，这里有2栋，这里有一座门，旁边那里也有。这户很大户都在后面卖草。哦，这里有个门呢。我们继续走中坑古道，这里有岔路，右岔路是中坑古道往福星宫。我们在这里取左行。这里新开垦。这条路线我也没走过，这里有拓垦地。前面有土地公庙，这是乌毒窟庄尾土地公，福星宫，福星宫也是白发之功劳，黄金是福人，久闻其名，今天第一次造访。这里有指标，我们现在走往硕仁国小。上学路，哦，前面有崩塌，已经修好了。前面有岔路，左岔路往狮子嘴奇岩、乌毒窟山，我们取右行，往硕仁国小。我来洗一下你。这里要越溪，冬天很差，夏天就很热。你就给他一条路就好。感谢热心的登山队架设绳索，这都是新的绳索。哦，今天这条路线其实也是有小小的挑战。早期的上学路或许都像这样子平缓的山径，经过几十年，路况改变很多。前面这一处岔路口要取左行，这个指标左岔路看起来是新整理的路径。对照地图，我们走这条路线没错。前面这里有整木土街，这段路走下去就接三貂岭瀑布步道了。我们终于衔接三貂岭瀑布步道了。这边又岔路往光瀑台，我们要取左行往硕仁国小，往河谷瀑布光瀑台310公尺。今天就不过去了。三貂岭瀑布步道就是很热门的登山路线，所以马上就遇到游客了。我们抵达硕仁里了，硕仁国民小学。硕仁国小废校已久。我们从周家古厝出发，扣掉中间休息的时间，从那里走到硕仁国小，大概要2个半小时吧。哦，好辛苦的上学路。我们现在走往三貂岭车站。
现在下午3点半了，我们要搭乘3点51分的火车，从三条岭车站回到活动车站。今天这样环绕一圈，差不多走了将近7个小时，非常精彩的一条健行路线。不过路径真的是有点复杂，所以我建议大家来走的话，一定要参考离线地图。那我今天走过的，火车来了。我今天走过的路线，详细的路线地图，还有 GPS 离线地图档案，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Tony 先生说，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有本次旅行的路程时间、交通资讯、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及 GPX 档案，欢迎参考。我是 Tony 的助理小爱，谢谢您的收看。